首先我要对您表示感谢，因为今天这样又长又枯燥的内容啊，我早就料想不会有多少人有兴趣。不要误解，即便我和王太在王亮杰先生家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采访，见他之前我们阅读了他的书，有过见面，有过大量的研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在那次真正的采访之前，自己都提不起太大的兴趣，但采访之后这些问题始终就回响在脑边。为什么王亮杰先生说孙中山先生强调海外华人可不是亡命之徒，他们是革命之母？你知道吗？叶亚来原来他并不叫叶亚来为什么森州芙蓉被称为华人研究的沙漠呢？这一位90后的历史研究学者王亮杰先生，他是怎样耐住寂寞，点点滴滴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一种使命感在做研究的呢？他甚至于在义山的时候，尸体就在他旁边，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很想您随我一起走进他的世界，我们就来了解这样一个小众的大马年轻人。更有趣的是，今天的采访是王太进行的，我们一起开始吧。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王亮杰先生，然后和他的这本著作《这个追忆九州》，感谢您的赠予我们回去读了之后，我一个中国人来说的话，你看我有很多折角，还有一些这个用荧光笔划出来的，其实对让我就对九州的华人历史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还有包括对您本身所以我觉得像您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的话，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想知道，如果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您是会用怎样的这个自己从事的工作或者是身份来介绍您自己呢？我目前呢是在这个新纪元大学学院，我是在这个就读这个硕士班，名字是叫做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我是读这个中华研究的，是有关这个华人史的这个研究。然后我本身呢，其实我也是一位收藏爱好者。我从2014年我就已经开始踏入这个收藏之路，并且到现在为止，我估计有11年了，已经有接近11年的时间。然后我本身专门是收就是老照片文件这种钱币邮票之类的。但是当然我本身是比较倾向于照片与这个文件，因为最重要是老照片它能够记载了很多这种历史故事，而且对于一个生活在有彩色照片的一个年轻人，对于上个世纪黑白照片来说，这个是除了一种魅力之外，也让我想要了解上个世纪的先贤或者古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过来的，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这个也是让我产生了兴趣。所以从一个兴趣开始去收藏，慢慢变成了一个有使命感，对历史的使命感。就开始不管是任何的照片，不管是哪个民族、国家，甚至政治方面，对我来说它都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所以我都会专门去收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个华人，我只是会收华人的老照片，其实不一定，因为透过很多马来同胞，他们一些前辈，他们也很惊讶，我能够收到很多就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等他们的照片。作为中国人我比较好奇，因为在我们中国，我们说到研究历史的历史工作者，一般他是受雇于国家他的一个组织机构，他有很稳定的所谓的工作待遇还有一些支持。那像您的话，您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是有这样一个机构在背后来支撑着您，给您提供这些资金资源人力的支援吗？基本上是没有的，这个只可以说，历史应该是说从历史系出来的学生未必能够找到工作，他还是处于很冷门的状况。而且就像我这一类的话呢，目前我是处在于就是
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了。虽然我是在我父亲的公司里，我帮忙他处理账目上的那种更新啊，那种更改啊，所以那边我还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小小的收入。但是你说真的是完全靠文史工作这方面就是来赚钱呢，或者是收入呢，我是只能说这个是一个很不稳定，这个很不稳定的因素。这个听起来让我们觉得，就是您是以一份工作，然后来支撑您的这样一个文史研究的工作。对，我只能说，现在这个完全是处在于我对历史的一个热衷，并且继续的就是往自己的一个就是。例如，我所写这个《追忆九州》里面所说的，就是安焕然教授所说的，我真的是处之于一种痴的状态，为了就是想要了解这个历史的真相而去进一步的挖掘啊，去整理。其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委托我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安教授写，他说您的出发点是很单纯，并没有太大的居心。那我接下来就是想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对历史并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又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也不了解的人，看了您的这个扉页上的介绍，说以前您甚至在大学曾经是读平面设计专业的，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转向，然后就转到了历史研究，而且是所谓叫很单纯，没有很大的居心，是指说没有什么很大的宏愿，说一定要做成怎样的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就这样因为热爱所以去做吗？是这个意思吗？没错，就只是对了自己家乡的一种热衷而去写，真的就是只是为了这样而已，也没有说因为谁委托了，或者是为了金钱上的委托，所以我去做，不是真的。一开始我会做这个研究，完全就是我想要了解他的故事。就例如我所说，当时候为什么我会开始有这个计划，其实应该要追溯到疫情的时候，因为当时候在家很闷，没事情做。就开始翻阅自己的中学或者小学的校刊，就开始翻阅到自己中学的校刊，就有发现到，例如这一份，例如就是这些创校的先贤，是，那我就很好奇了，到底他们做了什么故事？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迹？为什么会有他们的照片在里面？而且后来我经过了一条路，我到了其中一个地方，我却发现了其中一位先贤的他的名字被命名为这个路名，这就让我更加的产生了兴趣。让我知道他竟然会被命名，那肯定是有他的贡献，要不然市政府是不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是的，是的。这个也造成了我开始去收集，当时候我收集的资料也不完全。就是不完整，我也只是就是初步的一种，就是去搜，然后去写，然后随便就是在 FB 里面分享出来，然后就让身边的朋友知道，我们芙蓉有这些人物，其实这只是为了分享而已，但是慢慢从分享变成了，我觉得应该要把我的文章直接推广到就是报纸或者文章，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很早期我也是从很多长辈口中听到某某先贤做过什么这个屋子是那位先贤住的，然后这先贤的后人又是什么，我听到的都是很碎片式的这种历史。所以现在我慢慢把它集合起来，除了让大家知道之外，其实也让自己也重新知道这些先贤做了什么。当做了出来，有一种亲切感吧，我会觉得有一种亲切感。当我经过这条路，或者经过当年他们所住的屋子，或者去到哪里，我都会觉得我知道他是谁，他做了什么。而且很多人会觉得来芙蓉就只是为了买烧包。是，这个就是其实说针对我一个芙蓉来说，其实我很想反驳，因为我想说，芙蓉不单单只有买烧包，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看。就例如就以孙中山革命的事迹来说，芙蓉也有很多他的故事，但是为什么从来却没有人去推广这方面的东西？只是我想反驳，我反驳不了，因为没有人很详细的去整理过这些资料。所以这个就变成既然我要反驳，那我自己要从自己先开始做。
所以我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明白。像我们一个不太懂历史的外国人哦，如果您跟我说这条路是一个华人的名字命名的，那我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华人一定是历史上做出过一些贡献的。那我接下来可能就会直接安慰自己说，哦，那就仅此而已了。我并不会说深挖说他做过什么样子的贡献，然后呢，我知道这些贡献对我有什么样子的意义。但是您现在就是您已经是知道了这个人，然后知道了他过往做的这些事情，那您写成这样的一些文章之后，给读者看到了，你觉得读者能够从知道这个人的历史过往做了些什么事情，他能够得到一些怎样的收获呢？或者您希望读者知道以后，对他的人生或者说看待事物、看待芙蓉、看待森美兰州会有一些怎样的改变呢？以前我还没有写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唯一能够参考的书也就只有就是大会堂所出的这几本，叫做双溪芙蓉这个图鉴，又或者是陈松杰写的森美兰周华人史话，或者是其他，但是我也就只能从这几本书去入手而已，明白？没有太多的文献入手。后来慢慢从我这整理了，现在大家也能够进一步知道，哦，原来这个人是做了这样故事，哦，那个人是做了这个，其实是算是一种对芙蓉历史的一个补充啦。是。但是你说有没有影响力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例如我书里面所写的这个大都王义堂，因为我我写出来了，也提供了给这个江夏皇室工会的一些资料，他们也开始会去收集并且可能会纳入他们的特刊，例如这个萧龙兴或者是张坤清医生，他们后来惠州会馆的这个155周年这个特刊，他们也把我这个文章也纳入进去，重新让惠州人能够了解这两位先贤的故事。对。所以还是有它的重要性的，是有重要性的。我也是作为一个读者来说的话，我本来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是有一种所谓的不以为然的心态，我觉得说我就是一个中国人，我了解森美兰这些历史又有什么用？但是我读完之后，我就很受鼓舞啊。包括其中有一位帮您写序言的这样的一位作者，我可能一下子找不到他的原话，他就是说看完这个书之后，你知道你的祖先是怎样过来的，然后其实可以启发我们未来怎么去走。我当时并没有很了解这句话是什么，但是我看了很多的一些人物之后，我就感受到说，您这个写作的有一个观点叫扬善隐恶，你会发现说这一些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痕迹的人，他们身上是有一些美德的，或者说森美兰这个甚至芙蓉这个地方以前从前是华人社会有这样的一个群策群力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美德在那里的，好像不变了这么多年的就是这些美德，还有这些人做事的一些所谓的方针也好，这个精神也好，它好像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的一个不二法宝吧，好像放之四海皆准，不管是时间上的流逝还是环境的变化，它最终都能够引领去成功。还有你会发现，我还有一个启发，就是看了这本书会觉得说，好像优秀的人他不是在某一方面优秀，比如说他能够带领大家去争取一些权益，他好像在其他方面也很优秀。比如讲说那个朱方俊先生，他可能在节令鼓、在音乐教育的这个传播上面，他是很有这样一个能力的。然后他又能在人到中老年的时候，又重新进入另外一个事业，他也能把新的事业去做得很大。那你就发现说，这些成功的人，就他们本身就是天赋异禀，他可能能力超长，然后就是又很自律，或者说是他又有这种回馈社会的心，能够支撑着他把自己的这个兴趣去发扬光大。其实我们又再回过来看您的话，好像我们感觉将来您也肯定一定是能够把这样一个写历史的这个事情能够做大的，所以就真的是很受启发的。而且这本书呢，你会发现到一半是先贤，一半是前辈。其实我不想完全把整本书都只是在介绍先贤。先贤是指已经先贤已经是过去，已经不存，已经不在了。前辈是还健在的，就是例如朱方俊，大豆陆景龙，李光良，他们这些都是还在，还健在，是的，还健在的前辈们。当然，他们也有他们成功的那一面。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在回忆古人之外，我们也在回看
我们身边的前辈们他们所做的成功的案例，并且从中我们得到一些启发。而且例如刚刚你所提到的朱芳俊，其实他是有他的贡献，但是他的为人是非常的低调，他也从来都不跟任何人争这种名利的这种成就。其实我为什么会想到帮他写呢？其实我是觉得有必要把他的贡献重新的让大家认识。因为打个比方，现在很多人一说到24节令鼓，一定会想到就是另外一个灵魂人物，就是陈辉崇。是的，实际上陈辉崇呢是教打鼓的那种技术，他的那种动作啊，他的那种手法啊，这个是陈辉崇。对的。陈再帆呢是写理论，而真正带队去推广去做这种宣传的工作，就是朱芳俊。对，您这里面就是讲到说，是陈崇辉是糅合华族传统乐器的优点和精华的创造，可能是在就是您说的这个打鼓的技艺上面进行了一个再挖掘。陈再帆将之编写成一系列的理论文章，那就是乐理方面的可能。他是用文章来推广，而朱芳俊是用行动。组团在24节令鼓在国外与国内极力推广的是这位，还有包括您这边有一张小图片也是引起我注意，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舞狮文化的宗师啊，这个萧斐红先生，您也是提到他当时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其实当年他是副的，正是朱芳俊，然后副的是他。对，他们都是一组。就像这种尘封的历史，就对我一个外国人来说的话，就是也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而且我这里还有一段话，我觉得您写的特别好，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24节令鼓它是这样的意义，就是说，就是发扬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古意啊。虽然马来西亚没有4季或者24节气的变化及感受，不过从这个激昂豪放的鼓声，似乎可以感受到节气的这个变化以及农事活动的气息啊。这是从来没有想到，包括我一个中国人很惭愧，我们两个对24节气我都不知道，然后更不要说就是24节气是跟农业劳作是相关的。但是我相信24节气鼓就是参加过这样一个鼓的这样排练的师生们，他们可能都是会了解24节气，所以我们又深深的感觉到说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他把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是重新又种植起来，然后发扬光大成跟我们中国的种子完全不一样的那样一个品种，这个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动。所以这个文章如果不是看您这本书的话，我们是无从了解的。您也是为它重新发声，就是让历史不是成为了碎片，然后变成尘埃，然后变成了灰烬。您是把这个都把它以它很鲜活的一面展现给我们这些人，这个真的很了不起。来休息一下啊，关于王亮杰先生啊，他独特的研究方法，1个月海量的资料收集，只能研究一个人物，还有他有大量的藏品啊，有一些连苏丹他自己都没见过自己家族的照片啊，那些历史文物，我呢有2集会员节目啊，限于篇幅和内容，我们就把它放到会员节目中了，也欢迎啊您来支持。这里面还有很多我的心声啊，中国人的一些体会，也愿意啊只在会员节目中与大家分享，每天呢不到3毛钱，希望您也可以支持我一下。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历史研究是一份寂寞的工作吗？很多时候是因为以前还有这个导演已故的这个陈其汉导演陪伴，我还不会觉得很寂寞。自从他突然间病逝了之后呢，变成很多时候我在做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是很寂寞的。而且很多时候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帮忙我，会提供这些资料，真的是还要帮到吗？我刚刚听您说了一些。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是没有人陪我，只是身边的朋友有时候是他们是工作的原因，所以他们没办法完全全程陪我到处走。但是当我去访问一些人物呢，可能他们会跟着我一起去，不见得一定会帮到忙，但是起码也给予了我一个不会觉得感到寂寞的一个心情吧。因为不然有时候自己又不知道会忙。因为打个比方，我去找一些先贤的后代，他们有保留了很多的照片文件，我需要时间
一张一张去把它高清扫描。是，如果我也忙着跟他们的后代一直的交流，那可能会用到非常大的时间。就是基本上通常我扫描100张啦，就是以100张照片为主啦，都大概要用到大概4或者5个小时的时间。我一直换照片来扫描，很吃时间。但是如果身边有朋友呢，他们会帮忙我，也跟他们交流，也聊天，不管是聊什么也好，总之就是不会让这些先贤的后代也觉得寂寞，或者让气氛变得尴尬。其实他们有时候帮到我这个很大的忙，就我也找不到跟我有同样兴趣的朋友，有兴趣的他们就太忙，他们也没办法一直陪伴我。变成真的很多时候是真的是自己到处走。自己到处去跟一些前辈交流啊，或者是自己上义山啊，都是这样来做。所以你会看到，编后语我有提到，我自己在义山做的时候，我还甚至发现到尸体。当时是你说有没有被吓到？吓到是肯定有，但是不会有阴影啦，因为。我唯一说幸运的是我的鼻子不灵感，当时是塞着了，闭塞了，所以变成那个尸体其实就在我旁边，我却嗅不到那个尸臭味，变成就是，所以你问我他不会给我留下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但是当场看到的时候，我是被吓到，太恐怖了。为什么我当时会遇到这个尸体？也就是因为我为了要。那时候我就是为了要研究吧，我要研究一位先贤，我访问他的后代，他的后代告诉我他的坟墓就在义山的后山的那一带，所以我听到，因为对于我来说，听到新的资料或者新的一些线索，你就会很兴奋，你会立马我就想要过去，所以当时其实已经是接近4点了，下午4点。他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也没有追问他后来的下落，我就立马跟他说好，我就跟你谈到这边，我就立刻就驾车走去了义山的后山，就开始。为什么要去看义山？因为墓碑上面记述了他的籍贯，然后他的生年和卒年，他的信息也是有限的。义山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墓碑上的资料是非常的重要，是吗？打个比方，好像比如我写的这个其中一篇叫做张坤清医生，很多路的名字或者一些文件都称他为 Dr. Chong Ah Kun，竟然不是叫做张坤清，Chong Ah Kun，张雅坤，这个就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情。后来我去找到了他的坟墓，尤其是我看到他妈妈的那个墓碑上所留下他英文字的名字，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张坤清，不是张雅坤。就是这个他的英文名字叫 Dr. Chong Kun Ching，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官方的资料都把他称呼为张雅坤阿坤。其实他的案例呢，他的情况就跟叶亚来是很相似的。其实叶亚来不叫叶亚来，他叫叶德来，道德的德来，他叫叶德来。只是因为早期英国人询问叶亚来的名字，他的一些朋友或者他的一些亲属知识水平有限，所以他们都是称呼他的一个小名叫做阿来，所以变成。英国方面也为了方便自己能够写，所以他就直接称他为叶亚来。其实他真正的名字叫做叶德来。所以张坤清的情况也是如此，可能就是早期很多就是跟他来往的一些官员或者朋友，他们都是习惯叫他这个雅坤，所以变成后来我们所知道他的路名是叫做张雅坤医生路。将错就错了，等于是就对下去。而且，这个只是其中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要点啊，就是找到墓碑一个最重要的要点，就是能够知道他实际性的那个生卒年或者他的去世的那个年份。因为很多时候很多报纸所流出来的一些新闻，当年就是华人习惯都是用生辰八字来提及
这个死者他的岁数，所以是完全不准确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死了，我们会加说天地人的什么岁数，我们会加，所以这个完全是不准确的。他真正过世跟他报纸上所说的那个生辰八字的那种是完全不符合的。所以我去找到他的坟墓，其实他坟墓他是依照他西历来记载，所以这个就完全是正确，这样也可以推断到他的年份的他的发展。哦，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就是因为就是华人的墓碑，就是他们在墓碑上的信息是要保证准确的，是这种传统嘛，所以说墓碑上的信息是墓碑上通常是会放西历，又或者是民国多少多少年，他们会放准确的那个年份，但是报纸上通常是会放。就是他们这种就是什么例如6蛇有3啊，什么多少有什么，他们会多加他的那个寿命的那个，他都会增加之类的，不精准，所以不精准，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而且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他的后裔的名字，也可以透过墓碑里面可以追溯到，例如我们在做这个甲必丹李山，我们透过就是李山的太太的墓碑，我们才知道他李山到底总共有多少个儿子。因为就连他自己的李家族里，他们的族谱也不准确。明白。所以我们是从他的墓碑上，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总共有多少位儿子，全部他都有列出来，也帮我们提供了这个资料。对，我看您这个文章也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您也是会追踪他的后人，比如说他后人从事怎样的工作，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外国人很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华人在马来西亚是生根就开枝散叶，可能来的时候是孤身一人，然后几代下来之后就成为一个庞大的族系，然后因为他们先辈的有这样一个传统，后辈可能秉承这样传统之后，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也经营得非常的精彩，这也是我们感到很大的一个。就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一些共同点，对，这也是对我们很有启发。就可能马来西亚本身也是一个福地，对他们来讲，凭借着他们这些美德，然后也可以在这里施展，这个是非常有启发意义。其实就是之所以会让就是华人能够自力更生，并且就是就是生存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也遇过很多一些，就是当然政治是离不开，我们也是遇到一些政治上的问题，这个也让早期的先贤不得已要自强了，这个所以你会看到他们都是很拼命的，就是为自己，不管是自己的家族也好，或者是自己的籍贯，社会，他们都很卖力，都很积极的去保护，或者是就是提供这种帮助啦。我可不可以就是这样理解？我看书以后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华人的这个权利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发展史上，不是所有的就是天上掉下来你就理所当然得到的，都是先贤他要类似于像华文教育权利是需要像这个一些先贤华文的先贤他们去争取这个教育权，还有包括这里面的什么公民权啊，这种所有的权利都是要靠这个华人的社团自己向上去主张得来的，对吗？对，只可以说这条路走得不简单。所以你不管是在教育、经济还是哪方面，华人真的都是在努力。在努力的在争取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明白，那一片天啦。所以这个也造成了为什么孙中山会说，海外华侨是革命之母。其实这句话完全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革命时期，甚至到抗战时期。海外华人，尤其是以马来亚的华人为主，都捐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给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就以当时候他们的政治的想法，他们就是帮助祖国了。所以他们真的是为了协助祖国，他们真的是，甚至我看到有的还把自己的产业全部卖掉。来帮助，所以等到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再要挟当地的华人捐款，没钱了，因为大部分的钱都已经捐给祖国了，哪里还有什么钱？所以
所以有一些在抖音里面的人所说的话，其实我不能苟同。他们说我们海外华人都是逃亡来这边，然后就说我们是亡命之徒，我不能苟同。其实说真的，你不能否认，海外华人真的是捐了非常非常多的钱，真的是就是捐到有甚至倾家荡产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在收集资料，我也很积极的在收集有关日本殖民时期的丰纳金的单据，甚至一些名单，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对，所以不可以说就是海外的华人是很差劲的。说真的，海外华人都是很杰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遇到很不公平的这种环境的对待。例如什么，也有人说也有人很喜欢说我们海外华人是二等公民。其实只说真的啦，就是在某个形式上，确实我们的情况好像有如二等公民，但是严格来说，马来西亚还是以3大民族共同创立，这一点是完全是正确的啦，这个说法。所以虽然我们是处在于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祖先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我们祖先真的是，就例如你所说的华教的争取，真的是从早期的林莲玉先生，对，为了要争取这个华教的这个他的地位，真的是连自己的这个公民权，甚至教师执照都被吊销。是的。然后您说到这个林莲玉，就想到您这本书里面继续的另外一位就是编导，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很受感动啊，就是这个陈其汉先生啊，就是他在这个金视奖最佳导演，他从事电视工作、电视电影工作之外啊，他还有一个斜杠的所谓的兼职的身份，就是他是华教的一个志愿者，像您书中所说的，他用他的摄像机去记录了很多华教先贤的一些非常历史性的一些时刻。还有包括像您的一些田野调查，他也曾经和您一同前往，就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他可能会对很多华教人士，甚至一些华团人士来说，他们会觉得这位导演呢有点好像吊儿郎当，不修边幅，觉得他是那种人。但是他本身呢对华教他是蛮自立的，蛮精心的。他自己有跟我说过，其实他一开始他真的是对林莲玉一点都不认识，他只是跟随他的哥哥去拍摄这个林莲玉的这个丧礼。对。但是慢慢的他开始接触了很多人，例如沈木宇先生、陆廷玉先生啊，他就开始帮他们就是拍摄很多这种华教的影片。但是人家会不会注重他的影片，我不知道，但是他就只是，也就是尽一份心吧，他也没有说收费，他就是义务性的去拍摄任何这种华教的活动啊，那种祭祀的活动啊之类，他全部他都去拍。他过世之后呢，也透过他家人的信任啦，后来他的家人把他当年所拍摄的一系列的影片全部都赠送给我，所以他的影片包括林莲玉的这种丧礼啊、出殡啊，就在我手上。这个对您的信任，还有这个对，而且他也有保留到很多，就是他收集林莲玉先生的这个档案，他的简报全部他都交给我，都由我来保管了。其实原本他不会出现在我这本书，是因为他过世之后，我是出在于我很感激这位伙伴，这位曾经跟我一起奋斗的伙伴，所以我用我自己对他的认识的几个，我看1年也没有，真的就只有好像半年吧，半年或者是我也不懂多少，我也忘记了。我认识他其实不久，但是从这阶段我们无话不谈，真的是什么东西他都很愿意的跟我谈，他也把很多他的想法、他的经历，他都分享给我，
所以当他过世之后，我就把我所知道、我记忆中我对他的认识，我把它写出来。怪不得。因为我看好像我就在找这位导演和芙蓉和孙美兰之间的联系，当时觉得比较少，但是听您一说的话，就是这本他的对您的这些帮助您两位之间的交往是可能是也是写就了这本书中了一个组成部分，对，所以把它加进来了。其实他也是住在芙蓉，他自己单身，他是在芙蓉跟吉隆坡两边走，明白。所以只是他因为忙于剪片。他是熬夜，他比我更加糟糕。我自己熬夜，我都会觉得心脏疼痛。他是简直是，我文章里应该也有提到，就是他是说，凌晨4点他才睡，然后7点早上就醒来。也就是说他只是睡那几个小时，他就开始拼命，可能是长期的这么做，而且所以为什么他突然间会暴毙？对，所以他死的那一天，其实我还有点不敢相信，我还告诉自己，你是在跟我玩愚人节吗？是在开玩笑。后来我才知道，真的是他去了。我说真的，他2天的丧礼，他当天举办2天的丧礼，我都出席，而且我都是最早来到现场，他家人什么都还没到，就是丧礼还没开始，他的墓已经在那边放，他的那个棺材放那边，我是最早到现场。其实我是出在于一种就是我对他的一种感激，虽然大概只有那几个月或者是1年处而已，但是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了，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忘年之交，所以那个也是造成我会想到把他的文章写进去，其实是为了感谢他。是。我感受到您这个真挚的交往情谊啊，也很受感动哦。看这个宋彦鹏教授这个序言里面，他就是讲到说，华人的这些历史线的这个研究，其实斯美兰州的学术空白很显著。他说，虽然就是斯美兰州的这个芙蓉啊、波德生啊、瓜拉毕劳等节点承载了重要的历史记忆，但是学界至今未系统性的这个研究成果。但是相比于像马六甲跟这个槟城来说的话，那一些的这个华人研究史是非常的扎实，或者说深入，然后条件也比较好。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位宋彦鹏教授他所评价的学术空白啊？其实我认同他说的话，其实芙蓉就是深州的这种历史研究，还是处在于就是那种沙漠文化，它是沙漠文化，它还是属于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说没有人研究过，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前辈们的研究，就像刚刚我说的，就是陈松介或者是大会堂都曾经有写过，甚至连槟城的一位学者王成发教授，他也写过惠州人与就是森美兰与惠州人吧，好像大概是这样的书，我记得也有，其实是有，只是你说有没有专注真的是写当地的一些华侨的发展呢？真的是没有人写过。当然他们有提及，但是只是几段话带过，并没有很详细的，好像全方位的去研究这个人物的家族起源啊，他个人的生平事迹啊，甚至他后代的发展都没有这样做。它不像其他的州是因为有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芙蓉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去写，而且我这边我可以做一个分析，其实呢，对我来说，我自己把它分类了。第一代的这个文史工作者名叫这个胡以康，他是这个得力书报局的东主。他也是一位记者。因为他的爸爸，这位是他的爸爸。这位是他爸爸，他爸爸是当年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协助孙中山革命啊，筹款方面的，他也有担任过一些职位。胡以康本身也是国民党员，他甚至当年还很骄傲的上了报纸说，李登辉看到我都要向我敬礼。他也真的有这样写过。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胡以康先生就对芙蓉的历史或者是国民党的一些
一些故事，他都特别有兴趣，他就开始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把他归类为他是第一代的文史工作者。但是很可惜的是，他过世之后，他的家发生了大火，就连他太太也被烧死，在屋子里面被烧死，很多他收集的资料都毁了，都被毁了，只有一部分是被他的侄子保留下来。后来我也有跟他的侄子的后代有跟他借来复印，所以我有他的一些资料，他家族的资料我也有。他是第一代，第二代就是就是叫做陈巨腾，就是我的师傅陈巨腾，他是做过几个报纸的主编，所以他本身呢，他就比较专注于60年代到90年代这期间的芙蓉的发展，尤其是他本身也是曾经是马华工会的政治秘书。所以他对政治方面他也很了解，他就去收集，他也有就是一些会馆的历史他都有去做之类的，所以他是我是把他归类为第二代的工作者。第三类呢就是陈松介，陈松介也是记者，他也是这个新洲日报的主编吧，如果没有说错的话，也是当年的这个就是编辑主编，所以他也是写了很多，他是比较注重于就是谭阳，就是这个谭德栋，就是孙中山的当年的助手，谭德栋啊、邓泽如啊这些资料他都有去写这方面。然后第四代的工作者呢，也叫做韩美凤。您的这个好像教编是吗？这本书韩美凤或者是彭穗芬啊他们啊，又或者是那个叫太和堂的那个老板叫做王永康。他们这几个我是把它归类为第四代的工作者，他们也有在这方面去做进一步的研究。例如韩美凤，她是专门整理学校的校史馆，例如启华小学的校史馆就是他帮忙整理，现在他在准备振华中学的校史馆，他也在着手收集和编写。所以这些都是第四代。明白。而我呢是处在于第五代。第五代其实说真也就只有我而已，只有我在积极的在做这方面。第六代后面我没看到，我暂时还看不到比我更年轻的学弟妹对这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当然我也很期待，因为有的话我也很愿意带他们一起去做，这样我也不会觉得很寂寞。只是要说的话，其实我跟前面几代人我们的性质是有些不同的。他们都是属在于记者，他们都是记者的身份去写，而我是真正的是文史，就是历史系出来的，所以我们所做的这种工作是完全有些不同。他们因为是记者嘛，可能收集到的资料会比我来的广，他们的门路会比较大，所以他们会收到很多资料，但是他们却有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事情，就是没有进一步的考证。就是我收集很多，什么传说、什么故事我都收集，但是我没有进一步的去做研究、去考证。变成我在写这种资料的时候，我在参考他们的书，我会需要很小心，因为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资料在里面。例如有一篇就是有提到这个女校的发展，就是一开始那本书里面有提到，这个学校经营了大概3-4年就关闭了。但是结果下一句他竟然说，有一位在这学校教了12年的老师，就是他会有一些错误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要慢慢的去分析，慢慢去看到底哪一些资料是正确的。你看我在写的时候，我会列出很多参考资料，这个其实是我跟他们大不同的地方。他们写任何的资料，他们都从来不会把参考资料放进去里面。那也就是说，我要做研究，我都不知道你的资料是不是对的，我哪里敢用？这个就像安老师曾经跟我说的，他讲其实我的资料里面我也还缺一个工作，就是注解。我没有把注解放在我的文章里面，所以我没有注解，其实对安老师他们来说也是不能接受，因为我要用你的文章，你没有注解，我哪里敢用哦？你的东西是不是对哦？
那种感觉。所以我连注解没有都是对真正学者来说他们都不会很不会很随便使用，更何况是根本连参考文献都不放进去。那我又怎么知道你的资料是否正确？你随便写都可以呀。是这个是很大不同的性质啦，就是我学术派跟这种对，所以怎么样说，民间派你做这方面学术规范还是一定要有的。就是你不然你写东西，我只可以把你归类为你是在写小说吧，因为你都没有参考资料，你而且打个比方，就好像刚刚我所说的李山的故事啊，为什么那个师爷要拿一只狗来顶替他，然后把他放走？这个资料哪里来的？很传奇，其实你看了这一段，你会觉得很戏剧性，你会觉得这简直是可以拍一部片，很戏剧性。但是后来透过我的努力啊，还有这个李家所提供的资料，我才知道原来这一段故事是从他的儿子大豆李红玉在晚年的时候回忆他父亲的资料，并且由他的外国女婿记录下来的。所以这边，而且他们后来把这段资料也直接分享给我，英文的这个笔记也分享给我，我才知道原来这一段是真的，不是他们自己所随便说的。最后就是想请您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在哪里，如果是想了解您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这个文章的话，我们是透过哪些方式可以找到您的这些文章？现在呢，我是每个月的11号，我都会刊登我所写的文章在这个《新洲日报》花城版。但是也就只有花城版，马六甲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升价版啦，升价版都可以看得到。当然除了报纸之外，你也可以在《新洲日报》的官网，你去找这个地区的地区性，然后你找花城，然后你就会看到我的文章会出现在网络上。但是很多时候他们都把我文章归类为 VIP 的你需要付钱你才可以能够看到我的那个整篇的文章。好，当然我这些资料呢，现在我所写的文章，我也是当作筹备我第2本《追忆九州》，我也会陆续出第2本书、第3本、第4本，总之是没有一个局限啦。就总之我写到多少，我收集到多少，我就会一直出。谢谢您的时间。好，太好了。最后，非常感谢您观看了今天的节目。有兴趣的话呢，记得在会员节目中查看更多的幕后花絮和我的许多心理感受。比如中国人作为我自己身中9毒是哪9个毒呢？还有每周我自己的感性的一些总结和分享。我有一个感触真的觉得历史是不会自动存在的，需要有人付出自己的心血，耐得住寂寞，把它记录下来，才有那么一段真实的打动人的历史会存在在那里。王亮杰先生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在记录着那些为了不被忘却而需要留下来的历史。感谢王亮杰先生，更感谢您看到现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